史蒂夫此时已经有些急不可耐，急不可耐地盼着四方宝状回归华夏的消息被公开的那一刻。他想看看自己那个把四方宝状当成心头肉的老父亲会不会因此大受打击。虽然这种话不好意思说出口，但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盼着老父亲在巨大的打击下直接来个半身不遂，或者干脆点直接挂掉。那样一来，自己就能立刻马上成为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掌舵者。从今往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没有任何人能够挑战自己的地位和威严。当他满怀期待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眼前面带微笑的叶晨心里此刻正在算计着他。此时此刻，陈志民已经将那架装着钟永博尸首的直升飞机开回了安家通航公司的直升机机场，而顶级特工出身的汉克也已经悄悄潜入在曼哈顿医院的监控室。陈志民在停机坪降落之后，他让工作人员将直升机拖入机库，随后便将工作人员打发了出去。而后他掏出手机，通知正在肯尼迪机场等待自己的机组，让他们直接申请起飞。机组负责人有些疑惑，恭敬地问：陈先生，您不登机了吗？陈志民道：我临时有事，就不登机了。你们先飞去华夏，我太太在那边，到了之后她会跟你们联系，你们把她接回来就好。机组负责人一听这话，以为陈志民安排这架飞机是为了去华夏接他太太，而陈志民自己临时有事，让机组自行前往华夏，倒也合情合理。于是他心中的疑惑也就烟消云散了，恭敬地说道：好的，陈先生，那我们现在就向塔台申请推出，排队起飞了，到了之后我再跟您联系。好，陈志民嗯了一声，随后便挂断了电话。而汉克在娴熟地破坏了整个医院监控的储存系统，让所有监控录像全部消失并且不可恢复之后，他没有再回病房，而是直接来到医院顶楼，将顶楼的血迹以及一些皮肉组织处理干净。做完这一切，他打电话给霍华德·罗斯柴尔德，第一句话便是：对不起先生，周彼得逃走了。霍华德一听这话，顿时大怒，脱口质问道：他去哪了？我不是让你在曼哈顿医院死死盯着他吗？汉克解释道：他是被安家的女婿陈志民安排直升机接走的。陈志民？霍华德愤怒不已地质问：怎么，安家人也插手到这件事情里来了？汉克道：这个我暂时还不能确定，但人确实是陈志民接走的，而且他用的直升机也是登记在安家自有通航公司名下的。混账！霍华德咬着牙道：难道安家这是要跟我对着干了？汉克道：先生，据我所知，安家的直系成员已经去华夏很长时间了，而且这段时间都没有回过美国，美国这边完全是陈志民一个人说了算。我觉得安家跟这件事情应该没什么关系。霍华德愤怒地说道：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还有那个陈志民，立刻给我查清楚他的下落，查他的直升机到底飞去哪了。汉克立刻说道：好的先生，我这就追查一下他的下落。我推测大概率会先返回安家的通航公司，我这就带人过去查。好，霍华德咬牙切齿地说道：如果有证据证明安家跟这件事有联系，我一定要让他们给我个交代。汉克立刻答应下来，在挂断电话之后，迅速调集多架待命的直升机前往安家的通航公司。而此时，通航公司的其中一间直升机库，陈志民在飞行软件上看到自己预定的那架公务机顺利起飞，开始朝着燕京飞行之后，便从机库一旁抽出专门给小型直升机加注航空汽油的供油管，将供油管拉到直升机旁边之后，他打开机舱门，直接拖着供油管坐进了直升机的座舱内。当陈志民坐下之后，他将供油管踩在脚下固定，然后将钟永博的尸体扶起来，让其端坐在座椅上，然后又将钟永博的人头拿起来，重新安在了他被削断的脖子上。随后他便从兜里一枚精致的登喜路打火机，一手拿着火机，一手摸着供油管的供油开关，整个人一动不动，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十几分钟后，周围传来一阵阵直升机轰鸣声，
陈志民听到这个声音，立刻将供油管的开关打开，大量航空汽油在一瞬间猛然灌入机舱，将机舱内饰、陈志民自己以及钟永博的尸体全部浸湿。而这个时候，机库大门被人从外部推开，汉克带人冲进来，用枪对着这架直升机的机舱，大声喊道：“陈志民、周彼得，我已经看到你们了，立刻举起双手走下来，否则的话，我就开枪了。”陈志民将机舱门打开一条缝隙，大量航空汽油顺着缝隙流到地面，而陈志民则一脸冷笑地吼道：“有胆子你就开枪啊！这里面全是航空汽油，你开枪，大家一起完蛋。”汉克以及身边的人这才意识到，原来机舱内流出的液体竟然是易燃易爆的航空汽油。众人脸色大变，立刻向后退了几步。汉克大声喊道：“陈志民，你是安家的女婿，身份地位也算尊贵，犯不上为了一个古董贩子把自己也害死吧？”陈志民不屑地说道：“安家？你以为我是为安家卖命？”汉克按照叶晨给他安排的剧本，诧异地问：“你是安家的女婿，你不为安家卖命，还能为谁卖命？”陈志民鄙夷地说道：“你这种狗奴才，跟在霍华德·罗斯柴尔德身边，看来也没了解到什么核心机密。回去问问你的狗主子，听没听说过破青会？”破青会？汉克还确实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诧异地问道：“破青会是做什么的？”陈志民冷笑道：“你不知道，但你的狗主子应该听说过，去问问他吧。老子要先带着这个周彼得去向英主复命了。”说罢，陈志民打开手中的灯洗路火机，手指轻轻一搓，一道火苗便从火机中喷涌而出。这是叶晨给他最后一条命令，就是让他将他自己以及钟永博那身首异处的尸体一同引燃。叶晨之所以给他下这个命令，是不想把他和钟永博的尸体留给吴飞燕。以吴飞燕的修为和手段，叶晨担心他能从两人的尸体中查探出什么端倪，尤其是陈志民自己用灵气给他做了心理暗示，如果让吴飞燕接触到尸体，说不定会被他看出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毁尸灭迹。随着火苗从火机里喷出，整个机舱内挥发的油气瞬间被彻底引燃。轰的一声，一团爆裂的火焰便从机舱门喷涌而出，瞬间又引燃了流到满地的燃油。汉克和身边的手下惊恐不已，连忙退出机库，而整个机库在几秒钟后便瞬间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机库的灭火系统瞬间被激活，但是对于如此凶猛的火势来说，根本就没有发挥出任何作用。上千度的高温让陈志民以及钟永博那身首异处的尸体直接碳化。躲到机库外的汉克见状，一边后退，一边连忙给霍华德打去电话。霍华德刚接通电话，便冷声问道：“找到那个陈志民了吗？”汉克尴尬地说道：“先生，陈志民找到了。可是……”霍华德厉声问道：“可是什么？我告诉你，这件事要是再出任何变故，我绝不饶你。”汉克磕磕巴巴地说道：“可是这家伙没等我们抓他，就自己把自己给点着了。”点着了？霍华德诧异地问：“什么意思？”汉克解释道：“他像个神经病一样，给机舱里面灌满燃油，自己待在里面，一把火把整架直升机还有整个机库都给点了。另外，我还看到机舱内有一个人影，说不定就是那个周彼得。现在他们俩肯定已经烧死了，说不定都烧成炭了。”霍华德整个人都愣住了，下意识地问：“你在跟我开玩笑呢吧？无非就是个周彼得而已，他堂堂安家的女婿，那么受安启山器重，至于把自己烧死，我也想不明白。”汉克说着，想起什么，又急忙道：“对了，老板，那个陈志民说他不是为安家卖命的。”什么意思？霍华德感觉脑回路都快宕机了，追问道：“那他为谁卖命？”汉克便道：“他说是一个什么叫破青会的，我还从没听说过，而且他还说要带着周彼得去向英主复命什么的。”说完就把自己给点了。电话那头的霍华德整个人瞬间如遭雷击一般，喃喃道：“你说什么？破青会？你确定你没听错？”汉克保证道：“
先生放心，我肯定没有听错，他确实就是这么说的，而且其他人也跟我在一起，他们可以为我作证。霍华德括约肌一紧，脱口道：你说什么？还有其他人？对啊，汉克道，都是我的手下，他们跟我一起过来执行您吩咐的任务。霍华德感觉寒冬腊月天，在户外被人打开了天灵盖，冷风呼呼的直往里吹，吓得他连忙说道：快，赶紧把所有人都撤回来，一个都不能剩。另外，一定把他们的手机也全部收起来，绝不允许他们跟任何人联系。